今天我要还原的呢，就是古早味的海南沙爹了。你这个沙爹酱啊，跟武叔公当年的沙爹酱是不是一模一样？有些不一样，它有掺杂了一些玛尼饼。为什么他会放了那个玛丽饼啊？我曾祖父的年代，他们是用那个爷爷的梗削尖了才拿来传。我们要以比较古早的方式来采摘这个椰叶哈。哦，听吧，我先拿。你以前啊会不会做那个葛杜巴啊？嘎嘎是我没有。啊，拉下来啊！漂亮！其实站在那个烤炉前面一直这样子烤啊，对，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 ？OK， 来吧。老板，什么？我要买那个沙爹鱼串。有那个烧烤的沙爹肉串不要吃，要吃这种沙爹鱼串。年轻人真的是不识货。不要，我就是要那个沙爹鱼串，到底多少钱？我先跟你说一个故事，你再决定要吃这个沙爹鱼串，还是要吃这个烧烤的沙爹肉串。早在1940年代，本地有一个地方聚集了很多沙爹摊贩，那个地方呢就叫做沙爹俱乐部 （Satay Club），附近则是当年著名的曼舞罗戏院和新娱乐剧院，所以吸引了不少戏迷前来光顾。到了1950年代，就搬迁到汉地路国泰戏院前。1970年代又搬迁到俗称五重树角的伊丽莎白女王步道陈金生喷水池旁，一直到1995年沙爹俱乐部关闭，有一部分的摊档就搬到老巴沙继续营业。而现在位于滨海湾花园里面的沙爹湾，就是效仿当年的沙爹俱乐部，你明白吗？哦，原来你说了这么多，就是要我吃烧烤沙爹肉串哦。一点都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还原的就是古早味的海南沙爹。嗨，Chef Sebastian，你好，我是布莱恩。你好。呀。Chef， 这些都是你们的拿手好菜。是我们餐厅所售卖的食物都是以融合料理为主。OK。比如说这个 Salmon Lama 就是我们的椰浆三文鱼，然后这个 Chicken Curry 龟白地是咖喱鸡肉小金杯。至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 Not Your Usual Curry Puff 非一般咖喱饺。这是 Iberico Pork with Peanut Sauce， 就是伊比利亚猪肉豆腐跟花生酱。其实啊，你的这个花生酱啊，吃起来也蛮像那个沙爹酱的。会吗？是。但你知不知道，在本地呢，大多呢都是华人跟马来人呢在卖这个沙爹。那马来人卖的沙爹呢，是以这个鸡、羊和牛肉为主，唯有华人的才会有那个猪肉。而这个海南沙爹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的那个沙爹酱里头呢是有那个黄梨泥的，所以吃起来哇，酸酸甜甜，很开胃。我在这里呢就有一份报道啊，这里就写到说，这间老字号呢可说是新加坡历史最悠久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拜访他们。Hello， 嗨，哪位是老板娘啊？老板娘，我是赵妹妹。妹妹，OK，都是海南人嘛啊。对。听说你们的档口啊，这边有写老字号啊，应该有90年的历史了，是吗？差不多。谁是那个原创者呢？武叔公。武叔公。我爸爸去跟他学了，我爸就去找一个地方卖。什么地方？就是美食街那边，以前是卖猪肉的那个摊位，他就跟他讲说晚上给他卖沙爹。那你们是什么时候搬过来这里的呢？70年代，差不多80年代，我跟我先生就接手这个摊位。老板娘，我想问一下哦，当时你的武叔公卖的那个沙爹是有什么肉类呢？猪肉，还有粉肠，还有猪肝。我父亲卖鸡肉跟猪肉，后来就有羊肉。那他是用什么来腌制那些肉类的？有八角，有桂皮、小茴香、香茅、辣椒粉，还有黄姜、丁香、白胡椒、糖和盐。那你们现在也是用同样的 recipe 啊，还是？大半呢？大半是这样。大半啊。
就是有加了东西啦。对，当年武叔公用的猪肉是什么部位呢？猪肉头，以前就是肉，然后跟猪油，然后再下一块肉。现在我们有加多一大点，就4块。哦，是哦。是这个猪肥油有讲究吗？是要用那个猪肉头最下面那层油，烤的时候就不会容易融掉比较脆。啊。知道为什么这个沙爹叫做沙爹吗？就是3片肉。啊，因为当年啊，你知道那些福建人看到那些马来人卖那个沙爹嘛，然后他们的语言不通嘛，对不对？他们就看到他们卖的沙爹呢，上面呢就是有3层，所以他们就讲沙爹咯，演变成沙爹。哦，这个是其中的一个说法啦。OK。沙爹这个名称由来说法各异，有说沙爹一词源自于淡米尔语沙爹，意思是肉。据说沙爹的做法是由阿拉伯人或印度回教徒传入新加坡，而酱料的制作方法则是由葡萄牙人从印度引进至新加坡。沙爹体现了多元饮食文化特色。龙哥你好，这些是你烤的哈？对，那我们就直接吃了哈。好，谢谢。那这个海南沙爹的它那个酱呢，最特别的当然就是中间的这个黄梨泥。你的这个沙爹酱啊，跟武叔公当年的沙爹酱是不是一模一样？有些不一样。那武叔公的沙爹酱有什么材料呢？辣椒粉、蒜头、香茅、花生、红葱头、石粒，就这几样配料，然后还有掺杂了一些马尼饼。为什么他会放了那个马铃饼啊？放了个马尼饼之后呢，酱汁呢才会浓稠一些。但我记得我们上一个系列啊，我做这个海南猪排的时候哦，他们也是有加那个手打饼在里头的。感觉上呢，海南人在烹饪方面呢，都会加一些西式的元素在里头。武叔公的年代啊，他们用的那个黄梨哈，是什么样的黄梨呢？沙捞叶黄梨，因为沙捞黄梨又好吃又大粒又有肉，价钱又不贵。它的制作工序是怎么样的？将那肉取出来，我们就采用那个刨丝板来刨成泥，拿去煮。当它滚的时候，我们就加那个糖跟盐。其实哦，就好像 puree 它是一个很西式的一个做法。是，所以当年很多的海南人呢，他们都是 Western cook 来的。哦，所以武叔公的那个年代还有没有加入什么样的其他的东西呢？有 ，OK，酸杨桃，也是用那个陶丝板来磨成幼掺杂在里面。跟黄梨一起吗？对，那武叔公的年代，除了骨头板跟我们的酱汁，你还有什么配料呢？就是一种黄瓜而已。降火。降火。洋葱呢是马南人的沙爹，他们都有掺杂一些洋葱在里头，所以我们也随着顾客的需求，也掺杂了一些洋葱在里面。你的黄瓜有什么特别之处吗？在准备当儿呢，用冰水来浸上，大概是10分钟，再捞起沥干它，就是香脆可口了。哦，哇，你还那么讲究啊！这样东西就是要有爱心、诚意、用心去做。不愧是龙头老大。谢了。欢迎光临 ，Brian。谢谢你 ，Kevin。哎，给我介绍这一道菜吧。这道菜是我们这里的一道主打菜——伊比利亚黑猪肉沙爹。所以我们餐馆走的风格是伊扎卡亚居酒屋，所以来这里享受我们的小吃，不能忘记要喝一点酒。所以就是大家来这里聚会聊天。这道菜是谁创造出来的？这道菜是由 Chef William 创造出来的。你说谁呀？Chef William。再说一次。Chef William。Hello Brian。哦，我的天哪！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鼎鼎大名、开创现代新加坡烹饪风格的 Chef William。你好。
好，现在我就可以来尝一尝了哈。好，所以中间的这个部分呢，你不要跟我讲是纯粹是辣椒哦，不是啦，因为远看感觉上好像是本拉沾这样子哦。很好吃。它有很多不同层次的那个味道。当你慢慢的咀嚼的时候，那个肉的那个香气的那个油，再加上那个辣，再加上那个黄梨，啊，配搭的非常的好。所以你们是用这个伊比利亚黑猪肉的哪一个部位？我们用的是黑猪的前腿的腋下肉，也俗称叫做不见天。这个伊比利亚猪肉的好处呢，是我们可以煮到它7分熟，它的那个汁嘛就能够保留在肉里面。接着呢，我们也是用冰椒蛋嘛备长炭，所以烧烤起来的时候，它的那个味道真是更加的香啊。你的沙爹酱啊，吃起来呢有那个传统沙爹酱的那个味道在那边，不过呢，它的整个味道又有一点不一样。它是比较爪哇式的风格，所以会有点偏辣也是。你的这个黄梨啊，为什么会想要做成一个烧沙的方式呢？我们把那个黄梨切的小粒小粒的，所以口感就更加清爽。是的。其实我觉得这是蛮不错的，尤其是你吃烧烤的东西啊，喝一口啊这个冷冷的啤酒呢，的确是非常的开胃。所以干杯，干杯。Brian， 稿子说你会让我听一段录音是吗？是，稿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一个本地的那个美食博客，他的名字呢叫做 Johor Kaki， 他呢就对这个沙爹呢做了一个蛮深入的一个研究啦，就是说沙爹的由来是怎么样的，当然他有一个推测啦。是，想听吗？想听，自己播。好。根据出土文物，早在4000年前的古希腊就有用陶土制成的烧烤架，所以研究认为烤肉串是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然后传至中东地区。大约10世纪，烤肉串传至印度。蒙古人在大约1250年抵达中东，并把这道美食带回中国。在1400年代，烤肉串经由阿拉伯人、印度人，或许还有一些中国人传入印度尼西亚。1800年至1920年代是爪哇岛人民前来新加坡工作的高峰期，同时也把这道美食带来新加坡。当时他们把肉串放进竹筐里，并以竹竿挑担沿街售卖。哦，还以为这个就是我们本地地道的一个美食，原来早在4000年前它就开始了。只是在不同的国家呢，它有不同的名称、不同的味道。不过呢，它的原理还是一样的，就是以一串肉的那个形式拿来烧烤。这里有一份报道这个报道是在1987年的有一间老字号呢，它早在1950年之前呢就开始卖这个海南沙爹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拜访他一下。阿哥呀，好不好？10年不见你的气色依然还是很好，因为对，现在到你称赞我了，你也是一样吗？谢谢。OK， 所以你是第2代，你是第3代啊？不是，我是第3代，他是第4代。所以你的祖父50年代之前，他是在哪里卖？拿3轮车在卡东乱跑的，然后6多年，我的爸爸接手在卡东马路上开档卖沙爹。我差不多是82年我接手 ，starting 的时候是自己在给人卖，卖好差不多91、92这样我们进工厂做批发。那老板，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是全自动化，就是制作那个沙爹吗？不是，我们是一半一半。肉要人工来切一条一条，再放机器切它一粒一粒跑出来了。串方面我们用人工串。这里就是你们串沙爹的地方了。对，所以你曾祖父的年代是卖些什么肉的呢？他们主要比较多做猪肉，鸡肉就比较少，因为鸡肉那时候很贵，然后它一只鸡做出来的沙爹没有很多，所以成本很高。然后还有内脏，好像猪肝粉肠这些，他们要拿来
烫半熟，才拿来腌才穿。因为猪肝啊、粉肠啊很软，所以要烫先才能腌。所以你曾祖父的年代啊，他们用的那个猪肉是用猪的哪个部位的？他们是用猪肉头，我们现在就用猪后腿。猪后腿的肉比较嫩。所以以前的串法是怎么样呢？好像现在一样是用这个竹签的吗？我曾祖父的年代，他们是用那个爷爷的梗，削短、削尖的才拿来穿。为什么你要这样跟我们讲？拜托，很简单的，他这样的讲的意思哈，我说我要做。我听说我没有看到，因为不是我的年代。Of course 呢，如果是你的年代的话，你保养得很好。你们现在总共用了几个腌料？大约差不多17种。你曾祖父那个年代没有可能用到17种吧？应该没有。听我父亲说，他们最重要的就是黄姜啊、桂皮啊、小茴香、白胡椒、丁香、八角这些，还有一个 candle nut。candle nut， 古生华人的烹饪里头都会用到的。对对，因为以前海南人都是去那个 Nyonya family 做 chef 的，对，所以可能是从那边有影响到，肯定偷师。你曾祖父的时候，就是腌那个肉的过程是要大概多久呢？我看他是好像今天切了，然后腌，直接穿了就拿来卖了。所以那个比较特别的新加的有哪一些材料呢？almond。还有杏仁、nutmeg flower、豆蔻花，对，很香。所以你觉得那个小茴香跟丁香已经不够香了，你还要加上一个，对，更香。哦，更香，直接喷香水在里头了。你们的沙爹酱里头就用了哪一些材料呢？最重要的就是花生、辣椒粉、香茅、南姜、红葱头、蒜头、巴拉姜。所以你的这个酱的煮法是怎么样的？材料是拿来搅成泥，然后放在热锅里面煮，弄到它金黄色了，然后再加花生，还有那个辣椒粉。OK。然后我们加水、加糖、加盐就行了。你听起来很爽啊，因为你在想象中，只是切好，然后放在 blender 里面滋就好了，对不对？不过你曾祖父的年代，他是没有搅拌器的，没有，他是用什么呢？他是用那个 mortar pestle 自己刨。那个黄梨有没有要经过怎么样的处理的方法呢？我们现在是用机器啦，搅成泥，然后拿来煮，然后加一点盐啊、糖啊。现在的ketupat跟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吗？以前我的曾祖父他们自己种的那个叶子，那种很大的斑斓叶，不是我们在巴沙看到的那种。马来人用的是爷爷，所以他们煮出来的饭会变黄色。这样你们用的是斑斓叶，煮出来不是变青色了？有一点点青色，有一点点带青哈。对。这样你们用的米是什么米？比较老一点的米。所以单就是斑斓叶的香气，还有那个老米。对。所以你们现在的全部就是批发进来的。对，现在我们只是进口编织好的那个ketupat的壳，然后我们自己浸米，然后煮。我们就把ketupat放进那个锅里面，然后放水进去是冷的，然后泡进去了，然后直接开火就煮。要挂起来，把它吹风凉了之后才能切。里头一次过可以煮几个？最多可以煮6000个。哇，6000个，那些饭头我会很开心。老板娘，apa khabar？欢迎欢迎。我知道你们的店是专卖这个印度尼西亚美食的嘛对。所以印度尼西亚那边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沙爹的，对不对？对。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西爪哇牛乳沙爹，Marangi。对。对。OK。还有一种就是东爪哇的沙爹马杜拉，鸡肉沙爹。先吃没那么重口味的对，好。好，所以这个是鸡肉的鸡肉。好好吃哦，鸡肉非常的嫩，而且要有那个很香的那个味道在那边哦。它没有另外一个蘸酱的啦，全部是已经淋在上面了。对，淋在上面。跟我们本地的沙爹的那个酱汁有没有什么差别？我们用2种印尼特别的花生做出来的。上面呢还有这个油炸过的那个红葱头嘛，对不对？还有那个花生碎。
这个的制作工序是怎么样的？我们把新鲜的鸡肉切好，穿上去以后，先把它烤。哦，所以之后才把那个酱倒在上面对。，酱淋上去就烤，让它的香味融入这个鸡肉里面。原来如此，然后烤好了之然后，我们就用那个甜酱油放在上面。啊，在印尼是非常受欢迎的一道菜。我可以明白为什么啦，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加了这个 ketchup manis 下去啊，它的甜又是另外一种层次的甜，另外一种香气在那边。现在我要试的这个呢，就是西爪哇的马朗伊牛肉。牛肉，我喜欢吃牛肉。把这个马朗伊蘸在这个甜酱油上面，甜酱油里面呢有红葱，还有那个新鲜的红辣椒，还有那个酸干。OK， 所以这个是那个正宗的吃法，加上那个蘸酱。OK， 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哎，比较浓，对，比较浓，用的那些香料感觉上比较多，对，有那个酸性在那边。你是用什么东西来腌制那个肉的呢？这个我就要给你我们的秘方。哇，我们的秘方，因为我好们的神奇哦！通常人家是不给秘方的，你要白纸黑字的给我。对，因为我们的menu 太多了，所以我觉得你读比较好一点。所以啊，你们的腌料呢就有这个阿三就会给那个酸味在那边。哦，你们竟然用的不是白糖，你们用的是 palm sugar 哈？对，为什么呢？加一点特别的香味。我觉得呢，喜欢重口味的朋友们呢，这个 Merangi 呢，一定要试试看，真的，因为这个超好吃。Ryan， 你觉得按照年龄跟打扮，那位阿嬷是我们要找的人物吗？根据这边的资料写啦，一间档口呢是创立于1955年的，那个阿嬷今年应该是80多岁，在里面我只看到她的发型圈圈的，跟她的很相似，再加上她手上拿着呢是一种海南糕点，叫做伊布啊，所以她应该是海南人。你有把东西带来吗？有啊，在这里。很好，我们过去走吧，试探一下。好 ，Benian，对了，他是海南人啊。你们的店是创立于1955年的哈，当时是谁开始这个生意的？我老公开始卖的咯。那时候你们就是卖这个海南沙爹嘛，对不对？就是洋行苗咯。啊，所以那时候你们是在哪里开始卖这个沙爹的？那是Bell Market的外面。Maxwell Market 的外面。啊。后来你们是什么时候搬来这边的？1983。所以现在哈是谁在做啊？我做给我儿子。你的儿子和你啦。你以前啊会不会做那个葛杜巴啊？会做。OK，你可以教我吗？可以教哦。赶快拿出来。好。啊，来。 OK。那我开始切。啊，你开始切了。哦，就是从中间那边下去，跟它分成一半。你上一次做这个葛杜巴的壳是多少年前的事啊？多少年了？我要算我的。多少岁写我才会知道？你今年多少岁啊？不可以讲啊！哇，他切了个好看的。可以吗？哎呦，泡泡，哎呦！你觉得他切的怎么样 ？OK 啊。对，我觉得蛮不错的啦，一边很细，另外一边很粗。要做一个葛杜巴哈，我们需要几条？2条。就是2条这样子就可以了哈。OK， 就这样转了。这样转的话，3圈。左3圈，右3圈呐。左3年，右3年咯。做死我了，看啊，真的是有代购嘞。然后呢？嘎嘎是没有。你有没有救兵可以叫的？就叫我外甥女来做。你的外甥女她叫什么名字啊？林德。林德。Hello， 林德。啊，原来你就是林德哈。对。林德姐，请坐，请坐。你会做哈？会，因为从小都帮我妈妈做这个。所以我们已经知道的是左3圈，右3圈。对。然后呢？这边的 overlap 这边 ，then 这个穿过这个，然后第3个就穿下面上去，我们先回去切2个步骤好吗？拜托，给他做完一个先呐。我要看他是否真的会做，不然他要跟贝姐一样哦。哇。就是帮他弄紧。我的天哪！这个要穿去这边。
然后你的米呢，就是对这个洞，那个米放进去，你看很厉害嘞。就绑起来，然后10个放在那个大大的锅里面。所以我们要放多少米呀？用手这样按，米就在下面啦哈。所以是到它的70%，对咯。是不是？OK。所以以前你们煮那个ketupat的时候，是怎么煮的？是放在什么东西里面煮？其实是拿那个油桶，那个水放进里面，过那个pan的。一定要过那个饭。就拿一个那个木板盖下去煮咯。要煮多久呢？好像你拿起来你就用手这样摸，好像印子差不多就熟了，软就是还没有熟。哦，所以一切是凭感觉的啦。凭感觉的。现在你们是用竹签的嘛，对不对？以前好像是用那个椰叶的那个梗，是不是？椰子骨，就买个那抽河虾，也抽烧啊你咯，不都係涼，還有那個刀打來斬。还要拿这个刀来这样弄。所以你就是先用那个刀来斩，就是那个长度，再拿小刀来削它的其中一端，所以就比较尖。哦，原来如此，那要多长啊？告诉7寸还是8寸？7寸还是8寸？并且像以前你们卖的时候是怎么打包的哈？打包都是做那个沙爹酱放5泥供了。哦，所以那时候就是用那个牛奶罐把那个沙爹酱放里头，这样沙爹本身呢？放那个纸袋了。那褐色的那种。东下去就这样给它。还在左3圈右3圈。哎呦，我都已经问到差不多节目要结束了，你真的不容易。搁在一旁，好，待会儿再继续。现在我们进去里面呢，跟贝尼的儿子学怎么的烧烤这个沙爹。可以。好，老板，现在你就烤10串这个猪肉的沙爹给我们吃。没问题。来，站过来一点点，帮我挡那个火。陈老板，请开始。当你放的时候，就是一上一下。为什么呢？不然的话，你看它这样子放的话，它就要烧断嘛。是。过后了，你就把那个火打上，打到它红红这样子，你就慢慢烤吧。以前的做法跟现在的烤法是一样的吗？差不多一样。我发觉到好像马来人的他们的火很大的嘞。马来人烧烤的话是我们叫做马来炉，他们会放油给它火大。以前你爸妈开始的时候，他们用的这个炉也是这样的，差不多这样子。这样这个沙爹通常是要烤多久呢？差不多5到10分钟，因为我们华人一般习惯用小火。对。现在还好了，把一层油涂上去。哇，你的这个很不错，好像是用什么斑斓叶做的这是斑斓叶。像那时候的人呢，有没有用那个油，然后淋在这个？以前没有，其实那个油只是给它比较滑，比较亮。那你们烤的很焦的，它那一种。以前的人吃就吃这样子，现在人吃的话就安哥，我这个太黑了不要，你就剪掉。很好，我们还原的那天，我们不用把它做得太美丽，一定要有一些是烤焦的。好，谢谢你了哈。没事，OK， 谢谢你们。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回到古代中国，推杯换盏，干了！在这里，你可以天马行空，遨游天际 ，Cheers！ 在这里，你可以一干而尽，解千愁。在这里，你也可以找到颠覆版的沙爹料理——沙爹鸡肉夹馍。那什么是肉夹馍呢？肉夹馍呢，其实是中国陕西的一个小菜啊。它的外皮呢，通常呢是用这个烙饼，也叫做白吉馍。在这里呢，他们就用了这个煎过的这个荷叶包来取代。传统的肉夹馍呢，里头的馅料呢是用了这个腊汁肉，可是这里它是用了沙爹酱的香料呢来腌制那个鸡肉。除此之外呢，它也加了孜然粉。该是时候来尝一尝了，有点小奇怪哦，因为你咬了一口你慢慢咀嚼的时候，那些香料的味道扑鼻而来，你就很自然而然的，就是想到那个沙爹，想到那个沙爹酱。不过呢，口感方面呢，又是截然的不同，吃起来很像吃包嘞，可是好像吃沙爹包这样，所以会让你有点错乱，不过整体的味道呢是蛮不错的。
传统的沙爹呢，就有那个黄瓜，这个颠覆版本的沙爹鸡肉夹馍呢，上面呢就放了这些黄瓜丝，吃起来呢就非常的爽口。哎，在这里我只能觉得呢，就这少了一样东西，就是那个酸度。所以当你在吃这道菜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喝这杯鸡尾酒，因为它里头呢就有甜还有酸，把它综合在一块吃的时候呢，哎，那个吃沙爹的那种味道就会自然的呈现出来了。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搭配呢，来颠覆传统的沙爹呢，是蛮有创意的。Sebastian， 我跟你说啊，我做过好几个系列的古早味侦探啊。对。这个巴士我有做过，车子我有开过，脚车我有骑过。是。不过我从来没有开过这样可爱的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我也没做过。你也没做过？我没做过。很好。那今天你让我来这里干嘛呢？因为很多那个店家都跟我们说嘛，早期的沙爹串签啊，它是用那个椰叶梗做的。对。当然我们就不可以随便炒一棵椰树这样子爬下去才是犯法的嘛，对不对？对。所以今天我带你来到这个景观设计公司啊，是这边呢就有椰子树，你就可以合法的爬上去做盲梯。我做盲梯？Yeah， 很好玩哦。好玩。卓老板，你在干什么？看上面有没有盲梯啊？你们是做景观设计的嘛？你的公司有多少年的历史了？我们公司大概有40多年的历史，大概从1979年开始，从我父亲那代接下来的。所以你是第2代？对，但是不是富二代啊？哦，其实有那么大的一块土地哈，也算是富二代了吧。Anyway， 重点是啊，这棵椰树哦，是你们用来做这个景观设计其中的一个项目吧？对，因为我们公司多数是承包大型的景观，包括体育场、高尔夫球场，会用到很多植物，椰树是其中一种了。这个椰树哈，通常会用在哪些地方呢？椰树通常是会用在这个高尔夫球场，因为椰子有时候掉下来啊，就会打到人，所以它们是属于那种 high maintenance 的一种植物，一年大概要保养3到4次，修剪那个树叶。老板，你有没有听过以前的人他是用这个椰叶梗来做那个沙爹的串签呢？有啊，因为我以前也是住甘榜的嘛，但是那些多数是在马来甘榜啦。我们因为是古早味嘛，对不对？我们要以比较古早的方式来采摘这个椰叶哈。早期的话就是用那种竹子或者拿那种镰刀来勾那个椰子哦。你有没有帮我们准备那个弯刀？有啊，我们有准备啊，就是看他表演哦。啊，看他表演啦。好，看我表演。OK， 我想要拿这个。你要呀，呀咯，你都举不起来。没有，我想要找我的那个 balance， 就这个吧。啊，大力一点。加油加油！感觉上没有什么动静。哦，快了快了快了，再多300下。哎，小心！转了。你转它这样。OK。哦，听吧。小心啊，小心啊。哎 ，not really 啊。啊。还有旁边那个拉下来漂亮！小心小心小心！哎呦哎呦，可怜的banana，哎呦，poor banana，哎，蛮不错的嘞，拿起来。OK， 我们有我们的椰叶，那个梗已经在这边的，所以老板你就要教他如何的把这个椰叶梗呢变成沙爹串签。对，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叶子切出来咯。好，先把那一支比较大的刀拿出来。哇，你试一下，是这里吧？对，对吧？杆要往底部一下。好啊，你就把它的那个梗弄坏了，要干脆利落。好。哎，我要try一下嘞，我要try一下嘞。哇，N 哥也是，因为我帮你撑住这个东西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啊，对了，孺子可教也。OK， 伟蛋。接下来我们就用这个小刀把它的那个叶子，它的叶子切出来。那些店家都有说过它需要8寸，然后它的那个顶端呢，一定要把它修得很尖，那尖嘛。
ouch。OK， 煎的。那我们做好了这些沙爹串签，我们需要拿去晒干吗？其实是不需要的。不过他们也直接会干了啦，哈。对，直接会干了，因为他们是放在火炭上面烤嘛。对，很快的。哦，这样子烤哦，还会有那个椰叶的香气在那边哦。对。或许哦，你会在怀疑哦，这个椰叶梗哈够硬吗？有了，它有一定的韧度，这样子。啊，我这边呢已经算了17，你这边我也大概有10多个，老板最多了。算不了。其实这样我觉得也应该够了，应该够了。哈，所以现在啊，万事俱备啊，只欠东风。我们准备一下，马上就要还原了。是的。OK，Sebastian， 今天我要还原的呢，就是古早味的海南沙爹了。我们是用猪肉，然后有这个粉肠，还有猪肝。是。所以第一样我们要做的是什么？第一样我们要做的是那个ketupat。对，因为它非常的耗时。是。其实一掀开来啊，就有那个非常浓郁的那个斑斓叶的那个香气在那边。所以现在我们把那个米放进去嘛，对不对？对。这些都是你那天的杰作，还是大致上全部都是林德的杰作哈？不是，我其实那天回去有练习，然后有成功做了一半。是吗？是。真的假的？真的。哇，你说谎不眨眼呢，这种单眼皮的哈都不用眨什么眼的。所以用的是什么米来？老米。是的，这些呢都是那些店家啊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哦。然后那天我还记得贝脸他说，只要放到70%到75%，你的手这样子捏，还有那个空间，下面这边的全部就是米就可以了。坦白说，我越看这些ketupat哈，是越觉得真的是做的非常的精致，非常的漂亮。你很肯定这一半都是你做的吗？是啊，我做了半个ketupat。哦。我听错了，原来他说的是他做了半个ketupat。是，我还会说一半的是你做的，哇，你还很不要脸的，眼睛大大地这样看着我。有啊，就做了一半啊，就这一半。我看你一半都没有到，好不好？拜托。好，所以这个呢是阿嬷说的嘛，就要用以前的那种油桶，是直接呢是用室温的水把这个ketupat给放进去，然后这样子煮大约3到4个小时。对 ，OK。下一个步骤我们就准备就是腌我们的猪肉、粉肠跟猪肝的那些腌料。OK， 这边呢就是那个桂皮 ，OK， 八角，丁香，小茴香，还有这个白胡椒粒。黄姜方面，我们需要把皮去掉。这个腌料呢，都是根据所有的店家给我们的一些建议啊。当年呢，他们用的这些腌料其实是蛮基本的，就是那几样。好，下一个。你的黄姜好了没有？好了，我再要加进去了。啊，很好。最后我们有这个香茅。哎呀，还有香茅哦，香茅最难搞的。对。因为呢，它的纤维很多。OK， 我们现在只剩调味了，盐，还有糖。糖方面呢，我们会放多一点。当你在捣碎了，当然，那我先切那些猪肉吧。很好，好吧。呀，我已经做好了。那首先我会先切这个猪肉头。当年早期呢，他们用的都是那个猪肉头，不过现在他们不用了，因为现在猪肉头比较贵。那我们下一个我们就猪肥油。猪肥油对。所以摊主都说呢，一定要用猪肉头下面的那些肥油，因为它的味道呢比较好，而且烤的时候呢，外头呢还会脆脆的。那我们一串的猪肝沙爹需要放几块呢？都讲是沙爹了咯，就是沙爹咯，3片咯。好，那就够了。好，那下个步骤我们就开始烫那个粉肠。好，那在等水滚的当儿，我们就先腌我们的肉吧。很好，这个由你来做吧。等一下这个来过水的就我来做。我觉得至少半生熟啦。好，我这里好了。我这边也差不多了。好。好，我们就把我们的粉肠捏一下。好，我们还有沙爹酱，还没做。很好，来。我们先把这个实粒捣碎。OK， 所以现在我把小葱头跟蒜头切碎。是的，我左想右想哦，还是觉得应该拿那个布拉砖去稍微的跟它煎过一下。好，那麻烦你了。我相信古早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这样子做的。好香哦！好，那我现在会开始加入切碎的蒜头，还有小葱头。你也很好啦，真的，你把它剁得非常的碎。对，南姜的方面我也会把它切小块一点，你就能比较容易捣碎。
是的，还有什么其他的材料需要放进去的？香茅。不要忘记还有本拉詹。OK， 最后加入辣椒粉。好，现在我们就开始调味。盐的方面呢，我们放少许，然后糖，看起来不错啦。可以了。OK。好，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开始炒这个沙爹酱了。是，我们也顺便把这个马铃饼跟这个花生捣碎，对。OK， 其实这个花生对吗？它是带皮的，然后我把它炒香，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捣均匀一点。好，那我先开始炒这个沙爹酱的润巴哦，所以我们要炒一个15分钟。哎，既然是这样子哦，你继续炒哈。对。然后我就来串沙爹啦。可以啊。OK， 沙爹就是一片肉，然后猪油，再来一片肉。这个润巴已经煮开了，我会加水，还有就是我们的花生碎啦，还有那个马铃饼碎。与此同时呢，我要开始串那个猪肝的了。好。哇，这个猪肝的就比较容易一点，因为猪肝的都不用放那个猪油。好，我加了一点盐，然后现在会加多一点糖。我觉得这个沙爹酱已经好了。好，那我先把它起锅。OK， 好了。现在呢，我们就要来切这个黄梨。这个呢，哎，就是我们的酸杨桃了。怎么知道真的是酸的呢？咬一口。啊，我们就知道是酸了。这个呢，我们也要把它给弄成泥。与此同时呢，我就会把这个可图巴给拿出来，然后开始生火。我们就分工合作。Give me 5，来，小心烫哦。哇哦，硬硬的，还有一点点弹性，应该可以的。刚才呢，我们在旁边呢已经弄了一些火炭哈，然后我们跟它打碎。哎，所以你用的这个黄梨是什么黄梨啊？其实这次蛮幸运的，我找到了这个沙拉瓦的黄梨，因为老板们都说，当时他们都是在用这种沙拉瓦的黄梨。OK， 这样我就先刨这个吧。小心哦。哇，这个很利哦。好，我的黄梨也好了。哇，为什么看了我的口水了？我也一样。OK， 我们要加点盐。糖我们可以放多一点点，因为这个很酸。酸 ，OK， 可以了，好吃。OK，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烤沙爹了。好 ，OK， 我们先烤这个猪肉的沙爹，要越煸越好，对，不然会烧到那个叶梗。那天摊主有说要这样放，对吗？是。哇，现在空气中呢弥漫着那些香料的那个香气哦。哦呀，你做这个，我要拿那个格杜巴了。你说凉了没有？应该凉了啦哈。是否会成功呢？来了。哇，可以了，可以了。好，那现在我就把那些沙爹呢翻面烤，要帮我转这些吗？你贪心了，放这样多。你不是 expert 哈，你就不要放这样多嘛，你就放一排，比较容易拿捏是吗？对，好了，这些是好的啦。是，差不多好了。好，还有，对我们还有我们的猪肝，还有这个粉肠。OK， 猪肝这个要很快的，对，不然的话它会很硬。这个粉肠呢，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过水了，是否煮到半生熟我不是很清楚了，这个我们就烤久一点啦。好，猪肝我觉得 OK 了啦。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把那个酱呢也盛在那个小碗里头。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要加的呢就是秘密武器，粉肠我们就也是1人1只啦啊。好 ，OK， 就是这样子了，我们大功告成啦。好，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品尝我们这古早味的海南沙爹，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 OK， 来吧。来，所以我们现在试的是这个猪肉头的。是，那个酱啊，一定要搅拌均匀。不错吃啊。我觉得肉有一点硬，
我觉得我们烤的久了一点。第二呢，有可能是因为腌料是我们用手这样子蒸出来的，所以有可能还不够细。当你在咀嚼的时候，某一种香料突然间的那个香气就非常的强。不过那个酱汁，我觉得酱汁还不错，我觉得不错。加了那个黄梨还有酸杨桃之后呢，那个酸啊、甜啊，就有很多那些不同香料的那个味道。对，我们还有那个猪内脏，你要吃哪一个？我吃粉肠吧。OK， 那你吃粉肠。好。猪肝的好好吃哦，因为没有烤的那么久，所以呢它的中间还是软软的，然后搭配了这个酱汁呢，真的是很好吃。粉肠的不好吃，没有不对。OK， 说什么先？你有什么感想呢？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不简单。所以我真的很佩服那些现在还在自己就是做沙爹、卖沙爹的店摊贩们，对，而且又很热。呀，其实站在那个烤炉前面一直这样子烤啊，对，真的是非常的不简单。经过了这次，我真的对这些前辈们，多了一份尊敬。还有一串猪肝的，哇，真的好吃哎！真的哦，真的好吃呀。